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还有 X， 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2集的词汇，欢迎大家来参加老师的免费中文直播课。好，那记得帮理查老师点赞，支持理查老师。那也希望各位同学把老师的频道推荐给你的朋友。老师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同学来参加老师的直播课。好，阿斌说1个星期没见了，阿斌你去忙什么了？Hello， 佳妮你好，还有宋平、裴静弟弟，欢迎大家。那这个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好，今天理查老师跑了几步呢？还有 Hartono， 欢迎。9602，好，中文要怎么说9602？我们再看一遍9602，好 ，OK， 9602，好，那么这个今天要学习的词汇比较简单一点每天我们都记得要学习中文哦。林子说昨天我在 Hello Talk 遇到了君诺真的吗？那你们有没有聊天？林子你跟君诺有在 Hello Talk 上面聊天吗？好，看一下，好，这个佳妮9602步，裴静还有米磊9602步，很棒。还有Nalita 9602步，春娇罗珊塔尼亚9602步，宋平还有这个月莹Sierra 立新9602步，答对了。林子很吃惊哦。周山9602步，好，还有谁？佩霞 JD 9602步，好，恩美都答对了哦，好，弟弟都答对了。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来上课吧。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2集的词汇。第一个词汇服务，第二个词汇复习，第三个词汇预习。好，老师在说什么？说中文啊。好，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单词服务。好，服务就是英文里面的 service。OK， 服务是名词我们看一下例句，这家餐厅的服务真的很好。好，这家是餐厅的量词。餐厅的量词有2种，你可以用一间餐厅你也可以用一家餐厅，都可以好，一家餐厅、一间餐厅都可以2个都对。好，老师怎么区别突然跟忽然？好，这个 Van 等一下直播课之后你再留言老师以前有做过突然跟忽然的区别的视频你到时候再留言给我，我会给你那个链接。好，这位同学叫李嘉欣是我的学生，好，欢迎你来欢迎你。好，这家餐厅，你也可以说这间餐厅的服务，好，服务就是 service。什么叫服务？就是可能那个服务员他的招待很好，他会说先生你想点什么餐点他的口气非常的亲切，他的服务很好，表示你很喜欢这家店的食物，还有这个服务员的态度这个叫服务。真的就是 really， 真的很好，好，表示你非常喜欢，很棒的意思真的很好。好，我们可以用真的再加上一个很，比如说理查老师真的很帅，或者是日本的风景真的很美，或者是我可以说周山你真的很高。所以真的 really 这个词比较特别，你可以加上很，
再加上一个形容词，真的很高，真的很丑，真的很帅，真的很矮 OK 都可以用哦，真的很怎么样，有点像英文的 really so 哦，好 OK 好，关于服务呢，我们有非常多的词汇，这些词汇你应该要知道，要学习的。好，来第一个词汇，理查老师真的好看，可以，或真的很好看也可以。日本的风景真的很美，真的很美，好，可以。理查老师的中文课真的有用，很好，有用就是英文的 useful， 有用。好，真的很感谢也可以啊。那这个感谢的话，其实是用在这个情绪动词上面 ，psychological verb 啊，感谢这个 psychological verb。好，去过台湾的人都说台湾的珍珠奶茶真的很好喝，可以，真的很，这个很是可以 omit 可以省略的，你可以说真的好喝也可以，真的很好喝也可以啊。这家酒店的服务蛮好的，好，这个弟弟蛮形容词加个的，蛮好的，我们加个的啊，好 ，OK， 好的，老师的脸，老师的脸真的很可爱，好，没问题，好，服务员，服务员，好，在台湾我们说服务生就是 waiter and waitress， 服务员。服务生，服务态度，好，各位同学，服务态度指的是像服务人员，可能是 waiter， 可能是 flight attendant，这些人的服务态度很好，服务态度很差，都可以。服务态度就是 service attitude， 好，我们可以说服务态度很好 ，good， the service attitude is good。你可以说服务态度很差 ，the service attitude is bad。OK， 服务态度很好，他的服务态度很好，他的服务态度很差。好，这个记起来。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他的服务态度非常的好，而且他呢这个态度好，然后说话很温柔，而且呢你有什么需求他都会满足你。这样的服务最好的服务，中文可以说服务周到。周到就是全部都包括的意思，全部都有。所以服务周到的意思表示这个服务员，这个服务人员的态度很好，口气很亲切，然后他的这个样子很友善服务周到表示你真的很喜欢他的服务。可能你口渴了，他会拿水给你喝，可能你哪里不舒服了或需要什么了，他会问你哪里不舒服啦，是不是需要我帮你安排一些服务这种服务员或服务人员他的态度很好，口气很友善，你可以说你的服务很周到，他服务周到，你服务周到，表示服务很好。可以服务至上越南有些地方的服务人员态度不好，不专业越南可能有些餐厅，有些餐厅的服务员服务态度不好，有些餐厅的服务员服务态度很差都可以用。好，招待不够周到也可以用招待不够周到。好，弟弟说泰国的旅行社服务非常好，泰国的旅行社服务非常好 OK， 好，我们来做题目。那位是我的前妻，那位 that 位是用在人的量词，而且比较有礼貌那位是用在人的量词，比较有礼貌的量词，是我的前妻。好，前妻就是 ex-wife。什么叫前妻？就是你曾经跟这个女人结过婚，但是后来又离婚了，那这个女人就是你的 ex-wife， 你的前妻你们曾经结过婚，但是呢后来又离婚了，那这个女人就是你的前妻好，请问答案是什么？
那个服务员是我的前妻，那位服务员是我的前妻。我每天学习老师教的用语，我现在汉语水平也越来越高了，太棒了啊！台湾的饭店服务很周到，很棒的句子，非常好的句子哦。好 ，ABC 的服务员啊，服务态度有的很好，有的不好，可以，这个句子很好。好的，那位服务员是我的前妻。好，如果你在台湾，我们说服务生啊，服务生。好，第二题，这位空姐的什么很亲切？好，什么叫亲切？就是 nice and friendly。亲切表示啊，你觉得他的服务态度很友善，友善就是 friendly 啊，亲切跟友善的意思很相近，很相似。好，就是友善的意思。好，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很亲切，你会觉得他好像是你的朋友，他好像是你认识的人，他让你感觉很熟悉，这个叫亲切。这个人很友善，他给你的感觉好像是你的朋友一样，叫做友善，亲切友善。好，OK， 这位空姐的服务态度很亲切。好，这位空姐的服务态度很亲切。各位同学，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服务客人，你服务你的客户，你的服务态度一定要很亲切，你要给他友善的感觉哦，这个就是服务态度。好，答对了，很好。好，来下一题，这家饭店的，好，各位同学，饭店就是 hotel， 饭店就是 hotel， 这家饭店的，好，答案是什么？好，服务态度很好，加你哦。语言，这位空姐的服务态度很亲切，好，很棒，答对了。好，那这题的答案是什么？这家饭店的，这家饭店的服务周到，非常好啊。这家饭店的服务周到，你也可以说这家饭店的服务很周到，你可以加个很啊，这里可以加个很周到。好，这家饭店的服务很周到，也可以加个很啊。好，这家饭店的服务周到。那么你如果用这个句子表示你在赞美这家饭店，他的服务员很好，他的菜好吃，他给你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开心，你会觉得很满意，你特别喜欢这家饭店，而且你下次应该还会再来，你下次还会再来这家饭店。好，这家饭店的服务很周到，很棒。服务周到，请你们记起来，很常用哦。好，这位服务员的服务很周到，他的服务很周到哦。好，我上班的时候，态度很重要，对自己的客户应该要周到，可以，这个句子可以哦。好的。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复习。复习 review。OK， 各位同学，什么叫复习？理查老师教过的单词，你们有没有去复习？老师上完课之后，你回去有没有再读一遍，再看一遍，把它记在心里？好，如果你有，表示你有做复习啊，你有复习理查老师教过的单词。所以什么叫复习？复习就是老师教过你这些单词或语法之后，你会重复学习，重复 repeatedly do something again 叫重复，再做一次叫重复，再做一次重复啊。好，你会再学习一次。好，温习的意思跟重复学习是一样的，温习的意思就是再看一遍，再读一遍老师教过的东西，叫做温习。回忆啊，你再把老师教过的单词想一遍，回忆啊 ，like recall。好，所以各位同学复习的话，你一定会把老师教过的东西重新学习、温习、
回忆一遍。好，学过的知识。好，所以如果你要把中文学好的话，老师上完课之后，你一定要复习老师教过的单词还有语法，复习是非常重要的啊。好，恩美打算复习，但是还没有。好，月莹有复习老师教过的单词啊，小时候才会复习。对，我们这个塔尼亚说的很好，我们如果你是个非常好的学习者，你应该要预习、学习再复习。什么叫预习？预习就是老师上课前你要先看一遍，然后老师上课的时候你要专心学习，然后老师教完了这些单词跟语法之后，你要复习。预习、学习、复习很重要啊。好，这位同学用了一些时间复习中文，很棒。好，考试前学生必须复习功课。好，考试就是 test or exam. Before a test, 考试前学生必须，好，必须就是得或者是一定要的意思 ，must, have to, 必须。好，复习功课 like review their lessons. 好，功课就是你的学习的材料，我们叫功课。你可能是你的回家作业，可能是老师教你使用的材料，我们都可以叫做功课啊。好，考试前学生必须复习功课。好，裴静说我喜欢做一些老师的练习题作为我的复习。好，很棒哦，太好了。其实呢，怎么样复习是最有效果的呢？就是把老师给你们的习题再做一遍，多做几遍哦。更好的方式是把这些例句都记在头脑里面，把这些例句example sentences 记在你的心里，记在你的脑海里，你的学习效果会特别好。对，得要或一定要的意思哦，很好。Hello， 刀星星你好。好，那么我们来练习一下，他因为 because 考试不及格。好，考试就是 test。什么叫不及格？就是 like not qualified。其实在英文的意思是 you fail the exam。OK， 不及格就是 fail。You are not qualified。好，没有复习，所以词汇老师教过的。好，这里是动词哦，动词我们念教，教过的。好，没有复习，所以词汇老师教过的。好，请问答案是什么？你们有没有复习李朝老师教过的词汇还有语法呢？希望你们下课之后要找时间去复习老师教过的材料哦。好，他因为没有复习老师教过的词汇，所以考试不及格，很棒。好，周三，他因为没有复习什么？好，周三你没有写完。好，阿斌，他因为没有复习老师教过的词汇，所以考试不及格啊。好，他因为没有复习老师教过的词汇，所以考试不及格。好，那各位同学，这个因为中文里面常常会用因为叭叭叭，所以叭叭叭 ，because 叭叭叭 ，so 叭叭叭。But we don't use that in English. So t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languages. In Chinese, we say because, so. 好，fail 不是失败的意思吗？是的，对 ，fail 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fail a test, fail a subject。所以这位同学 fail 有失败的意思，也有一个科目不及格的意思，或考试不及格的意思哦。fail 有两个意思哦，中文也有不同。考试不过关，森姐我们不太这样说，考试不及格哦，考试不及格哦，比较常用考试不及格啊。好，考试
没有通过考试。如果你说不过，没有通过考试哦，你可以说他没有通过考试，或者是他考试不及格。好，如果你要用通过的话，你可以说他没有通过考试。他没有通过考试。He didn't pass the exam. 他考试不及格。He failed the subject. He failed the exam. 我们可以用这两种句子。好 ，OK，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徐维，欢迎你啊。对，因为所以。好，佳妮，他因为没有复习老师教过的词汇，所以考试不及格。很棒，答对了啊。好。好的，来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老师的频道，开启小铃铛。那么老师每次直播的时候，你会收到油管的通知。如果你喜欢老师的直播课，想要支持老师，每个月$2可以请老师喝咖啡。谢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词汇练习啊。来，我们有很多跟学习有关的词汇。第一个刚刚说过了，预习。什么叫预习？就是老师上课之前，你会先看或阅读或学习这些材料。老师还没有上课之前，你先阅读这些材料，这个叫做预习。好，那什么叫背诵？好，背诵就是你重复的去念这个词汇或这个句子，慢慢重复念之后，把它记在你的心里。就像英文的 recite and memorize 所以背诵的意思是你一直看这个词汇，一直看这个词汇，一直到记在心里为止。背诵表示你不用看，你也会背了。OK， 这个叫背诵不用看你的课本，不用看书，你也可以念出来，这个叫背诵好，记忆就是把老师教过的东西记在心里。好，什么叫朗读？好，老师朗读给你看老师拿出一本书，然后把这个内容朗读出来。在上课前自己先学习，老师正在朗读老师上课前自己先学习。朗读的意思就是你把句子念出来，叫朗读把句子念出来，别人都听得到你念的句子，这个叫朗读。如果学校的老师要你朗读这个句子，那么你要很大声的read out loud。老师上课前自己先学习，我正在朗读。朗读就是大声的把句子念出来，叫朗读好，听得懂吗？听得懂好，记忆跟记住不太一样不太一样。记忆是把它记在心里之后，记忆一般是记一些课本的东西，或者是这个重要的东西记住不一定是重要的东西可能可以是一件事情好，听得懂吗？听得懂好，裴静说听得懂。所以各位同学，朗读跟背诵不一样。背诵是你一直念一直念，最后你记起来了。哇，我记起来了，我不用看书我也可以念得出来。那朗读一般是你看着课本大声的念出来，这个叫朗读好，请问这题的答案是什么？888是在老师上课前自己先学习。预习是在老师上课前自己先学习，答对了。好，预习是在老师上课前自己先学习，很棒背诵是不是背书的动作？也可以比如说你正在背这个词，把它记起来我背起来了。你可以说我背起来了，表示我不看书我也会念出来了好老师的讲解很棒好，谢谢你对，朗读是一定要念出来大家都听得到这个叫朗读好 OK， 来第二题，888是
大声，好，中文的大声就是声音很大，就像英文的 loud out loud， 大声把书的内容念出来。好，内容就是 content， 就是书里面写的东西叫内容 content。 好，什么什么是大声把书的内容念出来。好，念出来就是 read out loud， 念就是 read， OK recite。 好，请问答案，你看这个女生她在干嘛？她在朗读，没有错。这个女生她正在朗读，你看她的嘴巴张那么大哦，表示她在朗读 read out loud。 好 OK， 阿斌，朗读是大声把书的内容念出来，所以大家都听得到啊。所以我们中文有一个是朗读比赛，对不对啊？我们中文有朗读比赛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比赛呢，就是大家会念书的内容，看谁念的最好听，那么他就会得到朗读比赛的冠军，因为他朗读的最好听啊，所以中文有朗读比赛啊。好，我不能出去，我还要预习功课，很棒啊。好，以前乐营学中文的时候，最喜欢背书，最喜欢背诵，最喜欢背书，因为我常常把课文背到100分哦，很厉害，好棒哦。好的，朗读比赛的冠军没有错哦。好的，朗读是大声把书的内容念出来啊。好，来最后一题，888是重复默念来内容。哇，老师这题好难哦，真的这题很难啊。好，这题比较有挑战性啊。我们中文说有挑战性，就是 challenging， 有挑战性。好，你们试试看好不好？这题你们知不知道答案？我们中文说很有挑战性哦，挑战性就是 challenging。这一题的题目很有挑战性，有挑战性 challenging， 表示不容易，有一点点困难哦。好，就是 challenging。 你能站起来朗读吗？非常好 OK。 好，请问这题的答案有2个不同的答案哦。什么是重复 repeatedly？ 重复就是再做一遍的意思哦。那老师，什么叫默念？默就是沉默，沉默的意思就是 silent， 就是不要发出声音来哦，不要发出声音叫沉默，默就是沉默。所以他是怎么念？他是这样念，他没有发出声音来哦，这个叫默念。你有念，但是你没有发出声音，中文叫默念。那朗读是你会念出来让大家听到，这个叫朗读。默念是你很安静的念出来哦。好 OK， 所以默念的意思要听得懂哦。来什么内容？好 content 内容。预习是重复不对背诵是重复默念来记忆内容，答对了。背诵是重复默念来记忆内容。一般来讲，你在背东西的时候，你会安静的默念，你不会念出来让大家听到，因为你是自己要把内容记忆起来哦。OK， 好，背诵是重复默念来记忆内容。朗读呢？你会念出来啊。好，背诵是重复默念来记忆内容，所以各位同学，你就知道什么叫背诵，什么叫朗读。朗读是大声的，背诵是默念哦，背诵是默念。好的，听得懂吗？内容跟材料不一样哦，内容是指一个刊物或报纸或书本里面写的东西叫内容。材料可以是像老师的 PPT， 可以像是这个可以是一些 videos， 可以是一些视频，也可以是老师的一些这个笔记本
笔记，这些都是材料。材料可以是书，可以是视频，可以是任何教你东西的这个工具可以是视频，可以是书，可以是新闻，可以是小说，这些都是学习中文的材料好，各位同学听得懂吗？希望今天你学习到了这些词汇的用法。我们明天再来学习语法点明天是我们的语法点明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HSK 第3集的语法点。那么我们明天见吧，各位同学们再见，拜拜，晚安咯。对，书本里的内容书本里的内容，那材料可能是视频，可能是漫画书，可能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些都是学习中文的材料好，拜拜。